有时候鹿就会躲在我菜园里边这一大片南瓜的叶子下边，找都不太好找，它会静悄悄地待在那儿。我现在其实还是挺担心这些小的玉米苗的，因为这种玉米苗那些鹿是特别喜欢的，尤其是那只小鹿，长期在我这菜园里边待着，肯定会给我这些小苗吃掉的。之所以现在还没动嘴，我觉得是现在这些小苗还太小太矮了，吃一口的话能吃一嘴的土。这大菜园里边有一大片地，我们是没管它的，也没种东西，现在长了很多的草，鹿经常也会躲在这个地方。我找找看看今天能不能找到它。哇，刚刚这里边也发现了鹿粪了，这种大的鹿粪，这明显是大鹿也来过呀。我就说嘛，这小鹿如果在这儿待着，大鹿不可能不来。哦，在这儿，你看看它。它就在这儿，而且也会带着我在这儿转来转去的，好像它还想躲回它原来的地方去。有时候你要光看到这种小鹿啊，还有这种神态，还有在这儿走来走去的，你还是觉得它挺可爱的。哎呀，又跑了。因为这小动物嘛，确实是很可爱呀。但是你一想到它还有它的整个家族鹿群，把我这东西给破坏成这样，哎呀，就不再觉得它可爱了，就觉得就是祸害。你看，它就在我这南瓜地里待着，你看跑了，这不是想吃什么就随口就吃什么吗？哎，我这儿这甜瓜呀和南瓜啊都长得太密了，都无处下脚了，这感觉一踩就会把南瓜杆或者是甜瓜杆给踩到的。哎，不过无所谓了吧，踩就踩了。本来也是要把这些南瓜的尖儿给打一打的，还有甜瓜也是。看那小鹿还是挺紧张的。你追它呀，它就是这样，在这菜园里边绕来绕去，它也不出去。哎呦喂！刚才硌了一下脚，这是一脚踩到了这个贝贝南瓜，这种就是小型南瓜，个儿不大，但是味道还可以，好像还行，挺硬的，没踩坏。像这种大小差不多可以摘回去吃了。看这虫子也来了，这虫子咬的。不过南瓜好在它外皮结实一些。看看能看见吗？又趴在那儿了。放大一点。它根本满不在乎的，就躲在那儿。我想让它出去，也轰不出去，就在菜园里边赖着。看多能跳！你看菜园的门开着，它是不会出去的，就往那边绕。看，又往里走了。又去那边了，只有2个人，两边围堵才能给它轰出去。它原来啊是在我院子里边，但是在我这个菜园的外边趴着的。现在不知道为什么，它突然发现可能还是这菜园里边好，有南瓜呀、甜瓜什么的，然后还有玉米，有可能还是它觉得里边更舒服，吃的也多。看看这西瓜现在长多大了，这个看着像是早春红玉呀。已经个头不小了，这种小型瓜，这大小可以了，但是还不熟，得等一阵子再。哦，这儿有一个更大一些的，这个应该用不了多久就熟了。那边还有一个更小点的，在这儿，这儿还有2个小的。其实这西瓜，你要是不仔细找，不扒开叶子，好多时候根本就看不见。像这种扒开叶子，这就一瓜，但是一挡上呢，你离远一点就完全看不见了。你看这儿也是一样。这样看下去，根本就不知道这儿有瓜，但是你仔细扒开，看看，哎，这儿一个，个头还不小呢。看看我的手，这对于小型品种的瓜来说，个头已经算是不错了，挺大的了。这是甜瓜的尖儿，都已经长到这儿来了，掐掉，继续去轰鹿去。你看看那小鹿，特别谨慎的样子。赶也赶不走啊，真是无奈，拿它没有任何的办法。你说你自己在这儿还好，非要把一大家子都吸引过来，然后你说你吃点我的东西，吃点就算了吧，你别破坏呀，连吃带破坏，你破坏完了，最后你们也没得吃啊，然后我什么都没了。哎呀，又是一副无辜的小眼神儿，你说你有这么无辜吗？你就是盗贼呀！
偷我的东西，破坏，又跑那边去了。它就是啊，带着我在这儿转呀转，转呀转。这是让我一遍又一遍的踩我这甜瓜还有南瓜地呀，把这枝子都给踩坏了。追上你了又，追上你了，又撅一个屁股，感觉好像它要折返一个方向。天天就是这样轰它，就是逐鹿菜园呀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看它跑的，在那望呢，躲草丛去了。哎呀，没辙没辙。我看到处都是这种鹿的粪便，就说明大鹿会长期在这地方停留的。又找不着了，去哪儿了？这鹿还真是能躲，不在这儿。这鹿感觉是躲藏专家啊，就这么一小块地方。哦，那儿呢。刚才就在眼皮子底下，就没看见。大家给支个招吧，看看怎么样才能把这种鹿给驱逐出去呢？至少别让它在我菜园里待着呀。我看它，看我能不能追上它。看，翘着尾巴跑。太快了啊！又躲到那地方去了。我不想再过去踩我的南瓜还有甜瓜了，把那些枝蔓都给踩断了。哦，刚才追了它一下，结果气喘吁吁的，完全没劲儿了。你说最后把它轰出去，轰出菜园，它等会儿我们走了，它又跳进来，没办法。我找了一个土块，看看能不能把它给轰出来。你看，就只能把它轰这么短一段距离，也就是10英尺，结果就不跑了。我感觉我不能再任由他们在菜园里边了，因为他们把鹿群引来，已经打破了这天平的平衡了。我原本还是能容忍他们的，在菜园里边吃点菜呀，吃点玉米呀，或者是哪怕咬一下我的小树的树枝，稍微吃2口，我都不是那么太介意的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这是毁天灭地呀！鹿群是吃饱了，这小鹿也吃饱了，但是我们没得吃了呀，我也有孩子呀，我的孩子也没得吃了呀。你看啊，就是这样，你靠近它就走，你追上，哦，出去了，出去了，哦，太好了，看看它终于是出去了，跑那边去了。先把菜园门给关上一下，看见它了吗？躲在松树林里边了。我现在就是想办法，看看怎么样才能把它从我的院子里边弄出去。它跑到篱笆外边去，又跑里边去了。哦，这下跑了，跑到那边去了。哎呀，追不上它，这真是锻炼身体啊！哎，进我的大棚里边了。这是小鹿原来的那个窝，看来现在它已经废弃了，不满足于待在这儿了。哎，这都是南瓜，看看这种贝贝南瓜，还挺多的，结了好多。这边有小的，这里边的网旁边还有，这些也是。再看看这边，还是有不少小南瓜。这些叶子都蔫了，肯定又是虫害。看，已经看见了，这种臭虫正在产卵呢。这东西对南瓜的危害太大了，这种有机办法除它又很困难，真是难弄啊！哦，到处都是虫卵啊！再看看这虫子，看着可真是恶心啊！这种虫子危害又大又难除。我一般早期的时候会用除虫基酯加上苦楝油，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。但是面积太大了，也不能老是喷，老是喷也喷不过来，再加上老下雨，所以这种虫子很难控制住。后边我会再喷点多杀菌素，多杀菌素也是有些效果的。基本上就是除虫基酯、苦楝油1次，多杀菌素1次，交替进行。如果要是面积小，并且又是足够勤奋的话，还是能控制住的。但是面积大，有时候再加上经常下雨，或者是没有时间弄，如果一下失控了，就控制不住了。这儿一只大甲壳虫，这个甲壳虫我第一次看见，但这种虫子应该不是特别大的危害。对这种南瓜啊、甜瓜呀，还有黄瓜这类作物危害比较大的，
还就是刚才那种臭虫，另外就是黄瓜虫。这还有虫卵，感觉虫卵到处都是。看看喷点多杀菌素，看看把虫卵杀一杀。今天还下雨，只能明天弄了，但是还是得早点弄，不弄的话，这些卵都发育成虫子了，就更不好弄了。我突然发现了一种变紫的野树莓，个儿还挺大的，摘回几个给麦麦豆豆去。这边还有，这些要是不被鸟发现吃掉的话，后边还可以过来摘一摘。看看个头都挺大的啊，摘了好几个，都还不错。我没想到篱笆边有这么多，之前没仔细看，都没注意到。看看，摘了一大把了。哇，这有这么多的野树莓呀！看看，都变紫了，都熟了。我等会儿得拿一个盆儿过来了，手已经拿不下了啊！找着它了，躲在这儿了。看看，又是一副可怜的样子。大家帮我想想看，怎么样才能把这个鹿从我篱笆移出去呢？别让它在我的院子里了，实在受不了了。它在这儿吃点东西倒无所谓，关键是它会把母鹿还有鹿群都吸引来呀。这母鹿鹿群的破坏力实在是太强了，受不了了。玉米啊、果树啊，就都快没了。它估计也累了，趴这歇着不动了。我也累了，刚才追它一圈，已经气喘吁吁的了，全是汗啊。这天气又热。哎呀，就先这样吧，回去研究研究。哎呦呵，没想到我站起来要走，结果把他给吓跑了。这鹿的胆子还是有点小啊。我走了，不理你了，你别害怕了。我这大棚自从早期被风吹掉塑料薄膜之后，已经是处于半荒废的状态了。看这鹿在里边躲得多好啊！豆豆妹妹，小鹿在这儿，你们要看吗？啊，跑那儿去了。哦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可能能把鹿轰出去。我们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可以把鹿从菜园里边轰出去。这有毒草，你小心点。哎，一会儿轰完小鹿，我去那边把那野树莓摘回来，个儿特别大，特别多。咱们先找找看看小鹿，你看那儿有吗？没有，找不着了。啊，过来过来，在这儿呢，看，看跑了，好。这样它就能轰出去了。看，它往那边跑了。哦，到那边可能就出去了。哎，小心喽！妹妹，这边轰它。哎，它不想出去，你看。哎，他那儿跳不过去的。哦，他就是不想出去。你轰他，我得在这边守着。哎呦，喘不上气儿了。哦，太好了，出去了啊！不管怎么样，终于把小鹿给轰走了，让它去它该去的地方吧。好了，哇，终于去掉一块心病。看看刚才摘了这么多野莓，刺儿太多了，实在是不想再摘了。旁边有2、3个大的，是家里种的黑莓，所以刚才我应该是说错了，这不是野树莓，这是野生的黑莓。家里这黑莓吧，它是没有刺儿的。不知道野生的为什么会上面长了那么多的刺儿，扎手还挺厉害的。像这种半红半紫的，它到明天早晨就全紫了。这种红的大个的，也就是1、2天的事儿就会变紫了。这个也是快熟了。这黑莓吧，种一颗感觉是不够吃，每次它都是一部分一部分的成熟，每回就摘那么几个。我感觉大概是种个4颗，可能一次性的就能采收很多了。当然我这是盆栽的，受制于盆的限制，长不了太多。如果地栽的话，我感觉这黑莓应该是生长力非常旺盛，应该能长好多好多的。